大家好，新老朋友们大家好，谢谢周会长，谢谢韩笑，好，那么这里呢，今天呢非常荣幸受邀为这个我们的 CCEA 幸福论坛做一个茶的一个浅谈吧，一个简略的介绍，那么我想呢，大家在座的各位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华人是非常喜欢茶的，那生活当中也是离不开茶。那么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我们的中国的名茶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呢？这里我想是不是我们来浅谈一下中国十大名茶啊？好，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的十大名茶。那我们要说起中国的茶，说起中国的茶呢，哎，那可不得了，因为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那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和人工栽培茶树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加工茶叶和茶类最为丰富的国家。那么这样一个国家里呢，我们中国有多少茶呢？有一种讲法是已知有3000多种茶树品种。第一个，我们来看着这个叶片的形状，告诉我这是什么茶？西湖龙井，对，西湖龙井。十大名茶位列榜首，它每次都是位列榜首，评了大概3次，每次都是位列榜首。西湖龙井，西湖龙井实在是大家耳熟能详，不仅在国内深受欢迎，在国外，包括我们加拿大地区，西湖龙井名气也是很响，很多老外也很爱喝。那么它是属于最早走出国门的一个茶。那第二个，我们看着这个像什么呢？刚才我们有一位王老师他是说了，这个是黄山毛峰，对，这个就是黄山毛峰黄山毛峰。那么黄山毛峰产地在安徽，好，这个也是十大。第三个，这两个都是绿茶是吧？西湖龙井是绿茶，黄山毛峰是绿茶，这个毛茸茸的。白颜色的、绿颜色的，但这个绿又和黄山毛峰的绿不一样，和西湖龙井的绿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暗绿色的。好，那这个是什么？它是形状卷曲的。好，十大洞庭碧螺春，十大名茶出来3个了。那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知道这3个茶都是名气很响，是吧？如雷贯耳。那么我们在说十大名茶的时候，一定要把产区带上。2月底去喝洞庭碧螺春，那3月份去找西湖龙井，然后清明是这个去喝黄山毛峰好，这里又有一种都月毛尖跟洞庭碧螺春看起来还蛮，最开始上绿茶的时候就有一个让历届这个学生都有点头疼的是，你们在考试的时候要分清楚这是都月毛尖还是洞庭碧螺春。两种茶外形相似口感也略有相同，当然它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然后这两种茶冲泡方法不一样不冲泡的手法不一样，那我们学过就知道，所以这个历来是考生们的痛我们这几位老师也是深有体会，对吧？好，再接下来你看十大名茶出来4个了，4个都是绿茶，终于我们非常喜欢的，尤其是我们福建的一个拳头产品是安溪铁观音刚才补充一下，都匀毛尖在哪里？都匀毛尖在贵州贵州都匀出的。那么安溪铁观音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安溪，福建的南部，安溪这个地方出的铁观音，它原来是一个茶树品种的名称，它是一种乌龙茶，也就是我们说的6大茶类的清茶。刚才4个都是绿茶，现在出来清茶了，清茶是半发酵的茶。那么安溪铁观音，它这个汤色金黄，就是我们的一个半发酵的乌龙茶当中的代表品种，也是我们闽南，所谓闽南就是福建南部的乌龙茶中间的代表品种湖南，这下子对了。但是君山银针，我们想想看，看看这个茶叶，再看看这个名字，谁能告诉我君山银针它是绿茶还是乌龙茶还是白茶还是什么茶
黄茶，我们10大名茶当中唯一入榜的黄茶君山银针，非常难得。我们现在有绿茶，武夷岩茶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茶，它就上榜了。接下来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有人说了，祁门红茶。祁红是作为世界3大高香茶之一啊，中国只有一个，就是在安徽安徽祁门县祁门红茶，它也是个历史名茶最后这个茶大家一看就熟悉了，对吧？这个茶是什么呢？普洱熟茶是在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如果我们这个讲的评比在60年代，建国初嘛，60年代70年代初的时候，对不起普洱还没有熟茶这个概念，它只有生茶。你所谓看到的这个叶子比较黄的，像这样的这个呢，是生茶长期存放以后的熟化反应以后的那一个老茶，也是生茶，不是熟茶。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没有生普熟普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寨子的概念，那个时候都是讲拼配哪一个厂它有什么标号标号就是根据不同等级不同产地去拼配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统称云南普洱云南普洱茶在那个时候不是一个重头的重点的茶。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有黑茶，对吧？有绿茶10大名茶，绿茶占了4个，绿茶、岩茶属于乌龙茶，铁观音属于乌龙茶，黄茶也有了，对吧？好，这个红茶也有了。那普洱茶、黑茶也有了，那这个是什么？茉莉花茶。茉莉花茶是10大名茶之一但茉莉花茶非常特别的是，它是一个再加工茶，它不是一个基本茶类。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茉莉花茶是拿绿茶去印制的，所以是茉莉绿茶。选的料和印制的过程，另外呢，它这个包装这个袋子，它是用的植物纤维，全植物纤维的，不是使用这个尼龙袋子，所以非常的安全。